这个可怜的虎妞啊，大黄他们全部都出去疯了。下次品相好不好都给你买一只搬回来啊。应该是到茶园去捉蝗虫了啊，只有虎妞留在这里。刚才有位粉丝朋友跟我说，小猫出生之后啊，开眼之后啊，要经常和它互动，就是不摸它的情况下和它互动啊，这样它以后就不惧怕主人了，但是不要摸它。哎，这个怎么？意思就是说让它看到主人了，看习惯起来。6只都很健康啊。这只好像是不是在凶我啊？哇，这一只只的，那互动时间也不能长啊。你看它们好像都很紧张一样。好了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啊。晚安，明天再和你们互动一下啊。连虎妞都在这样叫啊！虎妞，你发现什么了？大黄挺凶啊，你看，对着上面叫。哇，它好像很怕，又回来了。小六，你让我失望了，你让大黄冲前面，你冲前面去。其实大黄晚上很管事啊。那上面是啥玩意儿啊？虎妞，你就守着我安全是不是？上面应该有东西啊，要不然大黄又上去了。算了，大黄，算了算了，它不下来就不要紧啊。算了算了，都12点多了啊，刚吃一点夜宵就听到大黄、小六一直汪汪叫，差不多快1个星期了，这池子里面的鱼一条都没看到，就几条泥鳅在这里，好像都不止1个星期了，都没再看到鱼了。妞妞，你知不知道鱼都去哪里了？走走上去。大黄，你现在嘚瑟了，有虎妞你就不守下面了。昨天晚上你一个晚上汪汪汪叫什么呀？走走上去。今天在新建的房子那里去拉电线，从这里开始叫铁蛋，铁蛋，铁蛋，永远慢半拍啊，铁蛋，铁蛋。哇，你今天都慢1整拍了，不是半拍呀，铁蛋。啊，越长大你就反应越慢了。你这个铁蛋，我看提起来会不会叫？但是虎妞的话，这么一提啊，怎么提它都不会叫啊，说明铁蛋还是不逼痛啊，说明战斗力是不强。你战斗力不强，所以你别进山啊，你带着这个就行了啊。走走，看大伯在干嘛？贝贝，哎，这是种什么种子吗？哦，对了，今天迁店啊，大伯说在他这里做饭。现在抓一只鸡，说实话，我家鸡没几只了，所以的话，大伯说在他这里抓一只，那也有4、5斤了哦。今天就是9斤黄煮黄豆，这边还有一个葫芦。铁蛋，今天你有骨头吃了，铁蛋。你这个铁蛋，我提着你，你要忍着嘛。你痛什么痛嘞？你看你擦，你虎妞妹妹就擦远了，是不是铁蛋？
这个铁蛋性格很好啊。有点像大黄，又有点像小黑的那么沉稳。今天从这里拉电线拉过去，耶，帮着狗啊，布子。供电所的工作人员也过来了啊。压线是几个平方的？4个平方。4个平方。10。大的。哇，10个平方的。他家的一只大黄啊，被野生动物把它嘎掉了，所以的话剩2只狗。我说的，有一只大黄被脱掉了，就是他家的狗。双线啊，红线是火线，这根绿的是磷线。这就是前2天已经拉了2车沙子过来了，这就是我准备要建房子的地方啊。大家帮我设计一下这个房子怎么建。这些木料的话还远远不够啊，因为砍伐证的话，目前只能砍这么多木料啊，到时候还要办砍伐证。柿子到时候把它留起来啊，因为上次的话就是请挖机挖的时候啊，把很多柿子全部都搞掉了。这棵柿子树每年都很结的，硕果累累，可以这么说。哇，都自然熟了，这个也自然熟了。挺漂亮啊，你看这个啊，也快自然熟了。哇，那上面的也要熟了，上面很多啊，可惜了啊！当时挖的时候，把整棵树啊，因为是挖机挖嘛，所以的话，整棵树全部都掉下来了。那边在拉电线，因为没有安全措施啊，所以的话就没有拍。这里到时候看一下建房子。这个地方到时候看一下建个鱼池啊。这里比如说可以建一间厨房，那边是卧室，卧室那边弄一个落地窗吧，整个一面墙啊都是玻璃的。然后亭子的话建在这边，然后用钢筋混凝土下面打地基啊，把亭子飘出去，整个啊这样飘出去。跟那边过去差不多20多公里啊，是我们的镇，可能20多公里都不止啊，还有山的那边的那边的那边。这个地方到时候就做一个小的养鱼池啊，然后做一些假山、小洞，模仿娃娃鱼的生长情况。因为我正在申请办理野生动物驯养许可证啊，虽然说就养1条2条。这里的话住房啊，用玻璃钢玻璃做一个落地窗，你们觉得做这里好？还是住房放这里好呢？如果住房放这里的话，那亭子就要放在这里了。跟那边过去啊，都是很远，都是没有人烟的啊。这边的话，整个一排过去啊，全部都是悬崖，而且是很高的悬崖，垂直落差的。这手机的原因看不出来啊，其实是垂直落差。我当时是想把亭子放在这里啊，然后飘出去，这里整个嘛打混凝土嘛，地基把它拉住，然后就等于那前面是一个地基一样，然后亭子的柱子的话就摆在地基上面，然后的话就整个飘出去啊，就可以，那就可以看到很远了啊。整个过去这一排全部都是好高的悬崖，全部都是。大家帮我出谋划策一下，你们觉得亭子建在这个悬崖上面好，还是住房建在这个悬崖上面好？从开始到现在啊，我和大伯的意思就是把亭子建在这个悬崖上面，可以在上面吃饭啊、喝茶啊，然后四周的话可以看到很远的风景啊。但是的话，我觉得住房建在上面又是个落地窗啊，那晚上睡觉的话都能看得很远。不过住房建在悬崖上面，虽然说下面打了地基了啊，到时候用16、18的钢筋吧，那非常的牢固，但是睡在上面可能也有点悬悬的啊，心里就是有点惧怕了。这是自然成熟的，到时候那棵柿子树的话，我也想办法，把它保留起来，就是用围墙还是什么啊，都把它围起来。哇，这甜度好高啊！每一年那棵柿子树啊，上面都是硕果累累的，
啊，那整个枝条的话，多的时候整个枝条好多还掉断了，它就那么结，没人打虫啊，没人去摘，没人往这里来嘛，所以的话，所以那个柿子树当时我就跟挖机师傅说了，我说你不能动它，但是他挖的时候还是，碰掉了很多柿子树啊，感觉比超市买的那种啊，感觉要好吃好多，不止一点点，可能那种不是自然树吧。哇，太美味了！记得小时候还有吃青柿子，那吃起来很麻口，但是也挺喜欢吃的。太爽了，这个！你们听到有汽车的声音吗？这里就是有一点好啊，就是离公路比较近，所以的话就会省去很多二道运输的费用。像去年的房子贵啊，就是贵在运输上面，人工运输嘛。然后那个地方就做一个大门，这地面全部铺起红砖，然后这边下面全部是一排悬崖，垂直落差的啊。然后悬崖上面这外面嘛，全部做起围栏，围栏上面就做一排花池啊，35公分宽。35公分高就可以种花、种蒜啊这些啊。然后这里的话就做一个整排的踏步上去啊，厨房、卧室、亭子或者是厨房、亭子、卧室。我们看一下地上掉落的这些，就是当时挖机挖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啊，全部把它弄掉了。其实当时很多的啊，都被其他动物吃掉了，下面还掉了很多。这个应该是品种的问题啊，所以的话才会这么硕果累累。这根杆子已经竖好了，没拍的原因就是没绑安全绳啊，所以的话，这个老板你竖到时候也把它扭起来。这里的话到时候就做一个大门了啊。建在这里的原因的话，也是大伯建议的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一来离大伯家比较近，二来这里也比较安全了啊。大门就坐在这里，然后跟这里过去的话，整个环境就是这样了。其实我前2天发视频说要重新建房子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，也有不少铁粉都劝我啊，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容易，存到你银行不香吗？其实我从来没考虑过要把钱存到银行去，从来没这个考虑，哪怕是银行给我的利息很高，我也不会这么去做。在我家里不缺钱用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不被钱逼的情况下，我赚来的钱啊，就是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其实，在山里面那个岩洞啊，很多人就说怎么不看我家人？我家人啊，基本上每个月都上来几次和我团聚，只是我没把他们拍出来而已。那个岩洞的话，就是交通不方便啊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哪怕是扛1袋米就要扛很远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既方便了自己，也方便了大伯，这里离大伯家比较近啊，也更方便了我的家人，是吧？随时可以上来团聚。我就是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说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，你拼命存钱干嘛？你老了再去花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的观点啊，和大家的可能不太一样。我对钱的渴望也很高，也喜欢钱啊，但是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特别的高啊。当然了，钱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，甚至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万能物件。你说还有哪件事是钱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是吧？但是人生这么短短几十年，我不会为了去存钱而存钱而过完这一辈子。今天的话都是村里人免费过来帮忙，虽然说我们村人不多了啊，但是邻里之间都相处的非常的融洽，有什么事的话大家也乐意来帮忙，所以这点的话啊让我感觉很欣慰，所以今天大伯就抓了一只鸡，我自己没有鸡了，不敢拍出来啊，拍出来你们也知道啊，很多人会来说事，然后这里到时候养鸡有可能采取圈养了啊，这里建房的话，到时候就是我和大伯2个人来做。请人请不起啊！你像我们这边木工都要多少钱一天？一般的是250-260一天，小工的话都是150一天。所以我和大伯慢慢做吧。到时候今年先把那些材料啊，你像那些榫头啊、木榫、公榫啊，该砍的、该锯的，我和大伯都把它弄好。看今年能不能把框架竖起来，不能的话就过完年再竖。就是尽量的、尽大可能的去节约成本。到时候这里建好了之后啊，大伯以后就在我这里养老了。哇，那棵枝条都掉断了，红了一个，枝条小了啊，上面结的果太多了。基本上啊，很多都熟了啊，冬季了还会落叶，落叶了之后的话，啊，红红的柿子还会挂在上面，挺好看的。你们看啊，这都结的不少吧？
下面掉落了很多啊，可惜了。这是我们村里的公路，这条公路是直接到我即将建房的地方去的，建房就在那里，你看挖出来了。2道运输就省了。大伯这里还弄了新鲜肉、土豆、西红柿、黄豆啊，几小的？就是还到我的那个。哦，大伯这个厨房啊，还是一个观景房啊。这边已经炒好2个小菜喽，胡萝、西红柿、辣椒。这鸡还是挺肥啊，因为这种鸡不怎么爱动嘛，所以的话吃进去的全部都长肉了。先把鸡头、鸡脚、鸡翅这些难熟的啊，先把它炒熟，然后的话再放鸡肉。这色儿看起来漂亮。黄豆，我们这边煮鸡啊都喜欢加入黄豆啊，并不是说发药叔他就喜欢吃黄豆，我们这边的人都喜欢吃黄豆。哇，这么香，这样让我更加坚定的要养九金黄了。加水，哇，浓浓的一锅九金黄鸡汤，然后再把鸡血放进去。老支书啊，也是大厨啊。鸡血都要等到熟了的时候才放啊，就是不能煮老了。我一直弄不明白，这个盖上了之后，它火会更旺一点。为什么呀？盖上了它就没有氧气了吗？氧气就更少了，怎么还会更旺嘞？所以的话，这必须要做一个门啊，它这样火更大。加入辣椒啊，老支书和大伯放辣椒有点区别啊。老支书他要等熟了再放进去，大伯的话在煮的时候放下去啊，各有各的味了。不过煮久了，辣椒辣味全部煮到鸡肉里面去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吃辣椒啊。再盖住。今天这天气爽啊。OK 啦，一锅九金黄啊，今天这个是主菜了啊。还要发一个朋友圈啊！今天的菜谱有2碗胡萝，3碗九金黄，还有1碗酱瓜。这边还有大伯珍藏的一瓶好酒，啥酒啊？这个胡萝也是大伯上次摘了2个啊，又长了1个。这样切坨也挺不错的。鸡血、鸭血，感觉到鸡血要好吃一点啊。鸡血的这种味道，还有鸡盒子，就是鸡味了，我都非常喜欢。这种九金黄的肉，上次吃了一只啊，挺不错的。上次吃老支书家的，这次是大伯的啊。虽然说没土鸡那么有嚼劲，但是同样的会有土鸡的那种香味。关键的是这种又好养。那到时候我这里房子建好了之后啊，就建一个小院子，本来也有小院子嘛，要么就是采取笼养啊，要么就围在一个小院子里面啊，放到院子养这种九金黄。我新建那个房子离大伯这里就几百米的位置，很近，路又好走啊，都是村里的老公路嘛。不过公路往我那里去下去就没有路了，就修到那里就没有了啊。我之所以非要建到上面去的话，原因很多，就像刚才视频也说了。还有几个原因，就是春季那个岩洞，你们看到了，非常的潮湿，整个春季地面都是积水的，你用什么除湿都没用，时间久了容易得风湿。而且的话，我也不瞒大家说，之前的蛇很多都被清理出去了，并不是说黑妞和咪咪啊都把它抓完了，是我把它清理出去了。但是清理出去了之后，它好像里面没有信息素了一样，因为周围那一排全部都是岩石岩缝嘛，他们觉得这块领地没有蛇来了，他们又来了。有好几次差点被咬到头，因为都在那个岩石缝里面嘛。
第三个的话，交通太不方便了。你就像我去年在上面建个烤房，那个烤房是亏的，为什么亏的呢？隔公路有那么远，都是请人工啊，把肉啊什么全部背到那里面去，最后全部又背出去。不过也村民有个好处了啊，就是给他们赚一点钱。我们这边请小工都是150块钱一个人，所以的话，到时候我考虑一下，就是把烤房的话就建到我那个位置去。那个路虽然说是土路啊，但是的话，车直接可以开进去嘛，就不需要人工去搬运了嘛。这个要盖上，要不然这个油箱它漏水进去。虎妞嘞，啊，小黑，你这个小六，走走，把虎妞叫出来，我们出去走走，去茶园抓蝗虫，走走走走。他老是就欺负小黑，我打你了，你这么怂，你要回去吗？哎呦，这个虎妞啊，我不在家，它要接到这里了，哎。这个虎妞爱洗澡啊，你看它睡的地方都是一尘不染。哇，好久没带它们出来了。房子还在山那边啊，所以的话交通非常的不方便。走走走，走嘛，别老是爬嘛。走，虎妞，你也跟你黄姐学会这一套了。哎，走走。都喜欢在这里欺负小黑，人善被人欺呀，狗也是一样。我不来，它又等我，不但守家啊，还很护主。走嘛，等一下我一脚把你踩扁了，虎妞。脾气很暴啊，我就担心长大了会咬人。你个虎妞！走走走走，他们都玩到那前面去了。路边上的全部都是狗藤，这种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啊。这是我们这边的茶园。走啊走啊，你个虎妞！这个说不上来他啊，他好像随时都要注意我的安全一样，反正就守着我。走走走。来，虎妞，我提了它怎么都不会叫，你们看啊。铁蛋这样一提它就叫了，之前的大黄啊一提也是叫。你们猜这里面有一条啥？这就是菜花蛇。很多朋友说这种蛇很厉害啊，不见得，就是比较凶而已。大黄，要不要过来？你看，一口就夹住了。哎，虎妞也知道抢了。走了走了，回去吧。回去了。哎，虎妞，走走回去。一回来就洗了一个澡了，你这个虎妞又要换水了。你累不累啊？你个小不点，就带他们到茶园里面随便转了一下啊，因为虎妞还小嘛，不能太累了啊。它的体力非常的好，比这几只大狗小时候啊体力都要好，和之前的小白一样的。但是它某些方面啊已经超过小白了，比如说它的安全意识就很高。这么小的狗啊，因为刚才和它在茶园里面走的时候，它一直紧跟着我嘛，草丛里突然动了一下，它没有马上扑过去，而是立马靠近查看情况。然后我走过去一看呢，是一条蛇走了，没看清楚是什么蛇啊。如果说是小白的话，它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；如果是毒蛇那就危险了。所以凭这一点啊，虎妞在这大山里面能够安全长大的几率就很大了。就是这个脾气啊太暴了，担心它长大了会咬人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